亲爱的观众，你们好，欢迎您收看《Reflections of China》，我是丁曼淑，嘉华电视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是嘉宾采访，旅游达人、自媒体人、野生动物摄影师宋帆先生，为我们分享他精彩的世界徒步之旅和徒步攻略。宋帆呢是退休资深电信工程师，他和家人一起踏足全球50多个国家，无论是美国的大峡谷、南美的潘塔哥尼亚，还是欧洲的环勃朗峰、非洲的乞力马扎罗、加拿大的班夫国家公园，他都以徒步、徒手、攀援的方式去感受自然之美。除了旅行，他对野生动物摄影情有独钟，尤其是专注猫头鹰摄影。他是 East Screen All 的资深研究者，已经出版了3本专著，并在加拿大自然摄影 Nature Canada 大赛中获得第1名，在 Montreal 野生动物摄影比赛中荣获第2名，成绩斐然。退休后呢，他把这个工程师编程技能呢转向人工智能领域，全力投入自媒体创作。他的 YouTube 频道涵盖了多个主题：维修教学、猫头鹰摄影、全球旅行记录、社区活动分享，以及在 AI 数字人欧阳英韵为主要角色的频道里面还有音乐 MV，还有小短剧。宋帆呢是非常热爱运动，冬天呢越野、滑雪、滑冰，夏天呢是轮滑、骑行、独木舟和皮划艇，生活呢充满着好奇和活力。你好，宋帆先生啊，欢迎来到我们的制作室哈。看到您的经历哈，看您的名就觉得人如其名哈，就是说随时准时扬帆启程哈。那在过去短短的20多年中，你访问过50多个国家，那么就看到不同的风景和不同的人们。那你觉得这些旅游的这些经历的话，对你自己的人生以及你的就是你自己吧，有什么样的改变？谢谢主持人一上来就给我提了这么一个非常 tough 的 question。我觉得这个我整理了一下思路呢，那么我想呢，按下面几个点呢来回答你这个问题。我首先觉得最重要的呢，就是我把旅游作为一种投资。很多人都把这个钱投在股市里面，其实那是不定的。我认为呢，旅游呢投在自己的家人，这是最值的，因为你带孩子走过很多的国家，让他们增长了见识，不仅仅是对文化艺术，还有对当地的民俗，甚至包括对饮食，那么都产生了对他们有深远的影响。特别是我们家是2个男孩子，那么我觉得培养他们走世界的这个观念，从小培养非常的重要。所以我认为这是我把旅游作为投资作为摆在第1的一个因素。那么作为第2的话呢，我会觉得开拓了自己的视野。我们作为一个工程师，每天都对着机器语言，很少跟人打交道。那么出去看世界，那么感觉自己的心情呢放松，对吧？得到了美食，看到了不同的东西，那么非常的好。这是我觉得第2个。那么第3个的话呢，我就觉得，因为走了很多的国家以后，趁年轻走了很多的国家以后，因为增加了自己的见识，所以让自己的这个整个审美所有的东西都到了一个提高了一个层次，自我提升。那么这样的话呢，我现在，我在旅游的早期呢，尝试去走遍很多的国家，这是为什么有50多个。但是我现在呢，已经不把这个作为目标了。我是认为要走的比较精，喜欢的东西我才会去走。所以这也是因为自己的眼界提升了。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在旅行的过程中，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在旅行的过程中，有被偷的，在柏林东西被偷的一无所有，连护照都没了。然后呢，我们在南美很多次被人家泼脏水，人家之所以泼脏水，就是因为吸引你的注意，然后抢你的东西，对吧？然后我们在玻利维亚被他们的军警，因为玻利维亚是军政府了，我们被他们军政府关了小黑屋，很吓人，等等吧，很多的这样的经历。那么当时呢都很害怕，那么现在过来了以后呢，我的孩子们呢回想起这些呢，也是他们一个很好的经历。他们知道这个世界并不像加拿大这样太平，而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暴力。
对吧？所以呢，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对，所以呢，我觉得这对他们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我们生活在这么一个和平的国家，他们需要知道，还有一些危险的东西存在，所以对他们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助。所以纵观这些点吧，我认为，旅游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的。那就是说，我相信哈，很多人说的理解的这个都是旅游，都是什么到一个地方去观光，就是说但你现在的话，从最初的这个观光人文和这个风景的话，旅游可以说走到了比较高，我认为比较高级的层次吧，可能也是演变的过程，到这种徒步旅行，甚至到了一种爬山和登山的这个运动型了哈。我能看出你自己也非常 energetic， 也非常 fit 哈。就是说，那事实上这个也是可能是自然形成的，是吗？自然而然的形成的，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其实呢，这也不是自然形成的，每个人都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我们作为第一代的移民，其实来到加拿大呢，还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那么尤其是像我们说是码农码工，在我们这个工作上面，就是干的真是很辛苦。我在37岁的时候，因为得了职业病，腰间盘突出，哇，就是 L4、L5，痛不欲生。而且那个 disc 呢是 cut in， 等于说 cut 我的那个中间的那个脊髓腔，所以整个人呢就处于一个非常难受，生不如死可以这么说吧，真的是。然后我在37岁到40岁，跟这个疾病呢斗争了整整4年，然后慢慢的呢有一些好转。那么在这个得病的过程中呢，那么我就深刻的体会到，这个人非常的脆弱，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磁盘。就能把你搞得生不如死，所以我对很多东西我就看开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抓紧时间呢，除了工作、养孩子、养家，那么更重要的呢，也要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好，对吧？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开始就觉得应该要锻炼身体，然后呢要不断的尝试自己的极限，然后这样的话我就发现从简单的徒步，那么一般大家可能很多人都是说，哎，公园有一条路线我就这么走。那么刚开始我也是这样，到后来我发现这样的路线已经不能满足我了，那么我就开始呢尝试各种各样更高阶的一些，包括4脚爬呀等这么一些东西，所以这也是有一个过程的，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也是有意识的往上发展的，是这样的。对，有意识也可以是有意识的，也是被迫的，因为我得了那个那个疾病，让我领悟了很多。所以我现在经常跟我孩子说，你们年轻身体好是一个很大的那个因素，很好的本钱。但是呢，你们别忘了，很多生活中很小的一个因素，可能就会导致你怎么样。那你的徒步旅行改善你的身体的状况吗？那当然，它会让你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你很多时间你会在业余的生活，你可能会趴在那儿打游戏啊，或者是做这些事儿，对吧？那么现在这种事我是从来不会做的，我不会打游戏。那么我大部分时间呢，我会在户外。我从事的主要的运动是户外，包括室内的运动我都很少参加。对，就是说那个看来这个我们是渥太华，生活在渥太华这个加拿大首都哈，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就是人文景观也非常众多。那就是说呢，你对我们生活在渥太华的朋友们，有没有什么这个4季的这个户外活动的这个一个建议？以及很多人说啊，我从来没有开始过徒步，怎么才能开始？有一些基本的建议吗？对。很好。这个其实我们渥太华就像你一开始提到的，我们这个资源非常的丰富。渥太华是个非常小巧精致的一个城市，它周边呢有很多好玩的。最基本的呢是徒步。从徒步说起的话呢，我们这里有城市徒步。你可以在比如说我们有2河，所谓的2河呢，就是一个运河，一个里德河，对吧 ？Rideau Canal， 一个 Canal River， 不是，一个叫 Rideau River，Rideau Canal。那么连着这2条线，从这个慕尼斯贝开始，这里沿路的两岸都是徒步的特别好，徒步跑步的最佳的线路。还有自行车是吧？还有自行车都是，当然徒步的地方也可以。就沿着运河。就沿着运河。非常美丽的。非常的美丽，运河和里德河和里德运河。你说是那个就是那边的话叫做 Rideau River， 它本来是一个 river，因为在这个 river 到了那个总督府以后呢，它有一个落差，它形成了一个 fall。那么这就麻烦了，你就没法弄了，船就过不去。所以呢，那时候人们呢就在那里 dig 了一个 canal。
从那个慕尼斯贝，而且慕尼斯贝那里也有一个 waterfall，我知道。所以这样的话，他们就从那里 dig 了一个 canal，从那个 canal 可以过船，通过 locks， 那里有几个 locks， 可以把那个船放到那个 Ottawa River。哦。所以从慕尼斯贝开始呢，是一个 Radio River， 东面是 Radio River， 然后在西面一点是 Radio Canal。哦。然后最后他们都落到那个 Ottawa River， 所以这两线都是非常漂亮的这个徒步的自行车的地方。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 Ottawa River。Ottawa 和沿河因为有很多桥，两岸都是徒步自行车的好地方。哦，非常的漂亮。然后甚至到这边的 Quebec， 你可以到那个赌场，那个赌场那边也有很大的线路。所以 Ottawa 是一个徒步自行车很好的，还有包括划船。那么冬天的话呢，一点都不寂寞。很多同学就是不是很多朋友，就是觉得在渥太华冬天半年好难受。其实最关键的呢，是因为你在冬天你的运动没有参加。冬天你的运动，里德的我们有 UNESCO 的这个文化遗产的里德运河最长的 Ice Skateway。Yes。那么非常的棒。我经常在那儿滑冰，然后可以做 ice skating。然后在对面的 Gatineau Park， 还有我们的很多那个 Green Belt 里面有这个维护的那个 cross country ski 的那个 pass， 非常的方便。所以呢，你可以享受冬天。当你完成了这些运动以后，你会发现冬天实在是太短了。你希望冬天变得长，因为你像这个冬天，冬季特别的长，我们很多朋友就特别开心。你像我，今年我们知道这个 Radio Canal 连续开放了60多天。开放时间冬天，因为比较冷，那么我也充分享受了，我在那里面就玩了40多天，我天天去那儿上班，然后呢享受那个。天天上班，你的玩变成上班哈？对，因为我在那里天天那里速滑，就练习速滑，所以提高的很快。所以有没有 coach 还是你自己教练还是你自己？没有，我都是自己。对，自己玩。然后呢，对面的 Gatineau 山也是，还有包括我们的 NCC 里面有很多这个cross country ski 的 pass， 非常的棒。所以呢，所以说 Ottawa， 如果你们家里有孩子的话呢，其实更是应该带着孩子，去从事这些运动。加上现在呢，我们的物价也比较贵，我们都喜欢呢本地，就是低碳。对吧？低碳运动，低碳运动就家门口附近的运动。那么我们再远一点的话呢，如果高碳一点的运动的话呢，你比如说就是downhill ski， 对吧？我们说 downhill ski 呢，这个运动年轻人很喜欢，但是它有点高碳。高碳的，因为它不在渥太华附近，你要开车。I see, OK。它是一种高碳运动，而且你要坐缆车，对吧？缆车它要上去，它不像你 cross country ski， 不像你那个 skating， 你都是靠你自己的 manual。当然是低碳了，你就是烧自己啊，烧自己，明白对吧？所以渥太华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城市，一个户外的我认为是户外运动的天堂。一年四季哈。我去过，这个我认为温哥华和这个多伦多完全都不能跟渥太华比，能跟渥太华比的蒙特利尔。蒙特利尔非常棒，蒙特利尔跟渥太华有的一比，但是多伦多和温哥华跟这两个地方没法比。这一年四季都可以玩，太好了，好呀，那个现在呢，再跟我们那个分享一下，因为今年的话，就是说卡尼政府的话，就是倡导啊，对 ，Buy Canada, Explore Canada, Build Canada Strong， 就是说那个他也推出了很多利好的政策哈，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们这个就是观众推荐一下，如何在加拿大的旅游攻略吧？对，好好玩玩，今年夏天对。对，加拿大很棒。那个我首先想到的呢，首先是我们在周边进行低碳的游玩，对吧？这个低碳的游玩的话呢，我们这个附近呢有很多的省立公园。那么在这个省立公园呢，大家如果没有去过的话呢，都可以去看一看。有的省立公园有地下溶洞，有等等，这有很多。那么这些省立公园的话呢，这是可以在那里 camping。因为你带孩子享受在野外这个 camping 的这个生活啊，是非常的棒，能教小孩子很多东西。那么这是在附近的一些省立公园。那么再远一点的话呢，我们在这个劳伦斯河，圣劳伦斯河这个水系，它有它自己的一个公园体系，叫 St. Lawrence Park。所以我们在这个安省有2个公园体系，一个叫做 Ontario's Park， 一个叫 St. Lawrence
这个 River Park。他们是他们自己的体系，然后你可以在上面 booking， 你可以在那上面有很多的那个非常 convenient 的靠近水边的很漂亮的 site。所以呢，那个我也是很喜欢，那个我基本上都camping过，而且那个圣劳伦斯 River 两边呢有很多历史的古迹。因为原来在1812年那些那个包括早的殖民啊，还有战争啊等等吧 ，Ups Canada 很多很多的文化遗迹都在那个劳伦斯河两岸，所以呢，这个呢大家有计划的话呢，可以按照分期分步骤把这些公园啊一个个都给看平掉。这些我都做过，非常的值得，非常值得。这是近的低碳的。好，如果再远一点的话呢？那么我是非常的建议去班夫，班夫是绝对的。我去过你看南美的安第斯，欧洲的这个阿尔卑斯，中国的包括青藏这些有雪的地方。那么我认为呢，班夫是可以说是世界第一，没有第二，对，没有第二。为什么说是世界第一？从哪一方面来说？对，从它第一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它的这个美是可以征服的美，你比如说青藏高原，美不美？美，可是你爬不上去，你望洋兴叹，而且远，对吧？尽管通了火车，通了这些东西，还是不方便。好，那么这是，而且呢，青藏高原里面那些湖太大，它因为面积太大，太雄伟，所以那些什么叫做纳木错这些错那些错都太大。太一望无际，给人太这个广阔的感觉。那么不像在班夫，班夫的那些湖泊，一个个小巧玲珑，各种各样的颜色都有，非常的漂亮。所以呢，你有时候在班夫，为什么我享受在班夫爬山呢？当你爬到那个高山上，你有时候下面可以看到10个湖，各种各样的颜色，尽收眼底，那种感觉是非常的棒。那南美的安第斯呢，太过荒凉，而且风太大。那么欧洲阿尔卑斯也是很不错的，阿尔卑斯也很棒，但就是人太多，太贵。当然班夫也很贵，都贵。总的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在刚刚提到回到这个话题，卡尼总统说的这个 Parks Canada 就是都是 free 的话呢，我觉得大家应该低碳就近把这些，我尤其推荐。在 St. Lawrence River 边上的那些公园，他们那些公园不但可以划船、骑车、徒步，而且可以欣赏到文化古迹，了解加拿大的历史，我认为非常的棒。然后另外远一点的话呢，可以安排去班夫。班夫的最佳路线，或者就是说，当然它上面也提到这些你认为的最佳路线。班夫的最佳路线，班夫不是一下可以玩的。就是说班夫的话呢，主要的线路如果没有去过班夫的这个朋友呢，对，第一次的话呢，应该主要就是住在这个班夫的沿线，因为班夫实际上呢那边有5个国家公园，一个是班夫加斯伯，还有一个呢叫 Yoho， 还有几个再远一点的，还有是 Kootenay 等等吧。那么主要名气大的呢是加斯佩和这个班夫，但是其中呢，我认为班夫的魅力比加斯佩还要大。当然最近呢，加斯佩又起了大火，那个有很多房子被烧了。加斯佩又比班夫要贵。班夫我认为是最漂亮，即使是一个班夫你都玩不完。那么他们主要是分布在93号公路和这个1号高速公路上面。那么的附近的镇呢，可以有 Canmore。然后有班夫镇、路易斯镇，然后呢一直到最北的加斯伯镇。那么加斯伯镇我讲最近因为大火呢被烧掉很多东西。那么现在总的来讲呢，这些地方的住宿呢都是很贵的。如果大家有志于要去玩的话呢，至少呢要提前半年以上，或者甚至是1年以上。有没有最佳时间？最佳的时间当然是7、8月份。7、8月最好时间。7、8月份甚至是9月份，那个班夫的秋天是非常的漂亮。我们是，你像我个人，我班夫，如果我现在的话，至少去过8次，我已经去过8次。然后呢，原来早期只是在那儿像刚才的你的问题一样，就在那个沿线玩一玩。但是玩到后面呢，最近的5、6次呢，我都是在这个班夫的山里面，就是用那个4脚爬。4脚爬。然后我们那些旅馆呢，一般都是提前1年就订，因为我知道我每年都要回去。那么甚至有的时候呢，我们还2个冬天我们都在班夫玩。因为那个班夫的冬天也很漂亮，它有很长的这个 cross country ski 这个越野滑雪路线，
它除了有很多，它有很多这个 Sunshine Village， 还有这个班夫路易斯镇，它有很多这个 downhill 的以外，那么它更有名的呢是它还有很多这个 cross country ski， 非常的漂亮。你还就可以走 snow shoes， 那个 snow shoes 可是漂亮啊，因为它那些全是那种高耸的那个 jack pine 的那种。但全是雪压得实实的那种非常线条非常优美的那种这个 jack pine 的那个树林，然后你在里面那个走雪鞋啊，那就像仙境一样，非常的漂亮，非常漂亮哈。对，非常漂对，亮。那可能要需要体力哈。对，那当然也需要体力。对，要万一 stuck 在那边啊，中间啊，就是可能是比较困难。好吧，那我们就是说大家你觉得还是先就近的低碳旅行，对。然后呢，如果是有时间什么的话，可以走到班夫去哈。而且要早安排。对，提早安排。好啊，那个你曾经去过这个克里曼吉尔，就是对，我这个汉语我总是说的不是很顺溜。我知道那是世界上的，就是非洲最高的山峰，可是也世界上单峰最高的山，是这意思吗？对，可以徒步。你曾经去过，有很多人，我认为哈，有我认识一些朋友和同事的话，加拿大人，他认为这是他们的一生的这个梦想哈，能爬那个山。听说你自己去过，那可不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你就是克里曼吉尔的那个之旅，徒步之旅？对。好的。对。非常巧的是呢，就是这个周末我刚刚在我们华人圈的一个群里面做了关于kliKilimanjaro，就是乞力马扎罗的这么一个讲座。哇，没去那个遗憾。没关系，我有 YouTube 回放。好。然后呢，我是在2011年15年前我去爬的。那个时候呢，是我刚刚我不是我得了一个腰椎盘的毛病嘛，我刚刚康复。OK。所以我就说，哎呀，人生苦短，我就要去爬。那么爬这个呢，我一共爬了9天，9天8晚。那么爬乞力马扎罗呢，那么主要的因素呢是，我认为，我这个周末做的这个主题就是乞力马扎罗到底是徒步还是攀登？啊，对了，这个你说的非常对，对吧？因为我们这个话题是徒步，对，所以呢，实际上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我就把它归到徒步。它只能说是徒步，它不是攀登。为什么？因为它就是2只脚。哦，不需要这个手辅助。不需要手。哦，你最多需要拐杖，有手杖。walking stick。那还属于徒步的范畴。就是徒步。哦，它是徒步。那么那你既然是徒步，那么它的难点在哪儿？它的难点当然首先你必须得 fit。对吧？你不能说平时徒步，你平时都走不了那么一点，你跑到那儿去走，对吧？是。这是你肯定首先你得是一个 average 的 person， 对吧 ？average 或者是你认为 average 就可以了？对，我认为甚至对 average， 我认为 average 是可以了。但是下面有很多 plus， 什么 plus 呢？第一个 plus 你必须得克服高反，因为那个地方肯定是有高反的。乞力马扎罗海拔是5898，将近6000米，你肯定会有高反。那么高反呢？一般来讲是吃药，我们有种叫 Diamox 那种标准的药，你去吃。好，那么提前1个星期你就开始吃。那么我个人呢，我那时年轻，我对高反应不大，所以呢，因为我去过南美很多地方都有高反，好像我反应不是很大，可能是因为我的这个身体上的这个体积小，它不需要太多的这个东西去运输这个氧。OK。反正我个人，我证明了我很多地方我好像不是对这个很那个什么。好，那么这是高反是一个必须要克服的。如果你克服不了高反的话呢，是很麻烦的事儿。尤其是到登顶的那一天，呢，所有的人都是这样，从0点开始登顶，然后呢，在那一天呢就要爬，在4700。要爬到5800，爬到5900，要爬1200米。那么这1200米呢，就是这个就是落差呀。哇！那么它不是在你平地有氧的环境下，它是在缺氧环境下，它是从4700开始爬的。所以它这个1200的爬升呢，要比你这个在这个海平面的这个爬升，比如说我们奥拉瓦有这么一座山，1200米，那比你那个难多了。那么我当时爬的是2月份，我运气很不好。结果我一路上阳光明媚，因为爬乞力马扎罗你会经过热带、温带、寒带、戈壁，所有的这种气候。那么我一路上都是风和浪，就是日丽。然后结果呢，最后登顶的那一天是暴风雪。暴风雪，所以我那个照片呢都是鼻涕，全都是都是雪。然后呢，非常的严寒。
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经历。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一点都不后悔。那么很多人的照片呢，上去了之后，那个日出云海，对吧？乞力马扎罗，然后它下面有几个小一点的火山锥，叫 Meru 和这个 Mawanki。那么这些火山锥在云海之上，太阳从那里出来很漂亮。我没有那样的照片，我就只有一个灰蒙蒙的一个 sign， 就是 Kilimanjaro 的那个 sign 5898，但我一点都不后悔。我觉得这是我的一种经历。对，我也很珍惜这个经历，因为这是我自己无法控制的哈。对，所以我最后的结论呢，就是说，乞力马扎罗，如果你是一个 average 的 active 的人，你就是 potentially 可以。那么剩下的事情呢，你就是要积极的，就是说增加锻炼，然后呢，在连续的9天内，在比较高的这个纬度，那么要克服这个高反来完成这个，因为你不是走1天，你是走9天。对。你说你1天可以走那么多没问题，你要走9天，连续9天。对，当然你有挑夫，我们当时是6个人，22个挑夫。哦，挑着行李，他就帮我背行李。你身上是没有东西，你身上只用背水、背相机。但是呢，那你还得背你自己啊。对呀。你背你自己啊，对吧？所以呢，但是总的来讲呢，会好很多。所以呢，我觉得呢，只要大家有心去做这个事儿，其实是可以做得到。那么我们今天呢，主要谈谈这个徒步旅行，就是进一步的深度谈徒步旅行，以及如何具体的这个开始这个徒步旅行吧哈。首先呢，你如何定义徒步旅行？对。好的，那么首先谢谢主持人让我来参加这个节目哈。这个首先上来的这个话题呢，也是一个看似好回答也不难回答的问题，就是我认为的徒步呢，就是在你自己身心愉悦的情况下。在你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你能用你的双手和双脚能走得最远的距离，我认为这就是徒步。因为你必须首先要身心愉悦，你不能走了自己折磨自己，对吧？当然，适当的折磨自己也可以，但是不能天天折磨自己，对吧？你不能天天折磨自己，而且你即使要折磨自己，你一定要身心愉悦。就是你可以折磨自己，你比如说像我们在班夫爬山，我们一天从早上4点钟，有时候要爬到下午这个6点钟，那么爬升呢将近要1800米，那么从天黑一直爬到晚上，那么是非常的折磨自己，折磨自己的膝盖。那么为了什么呢？为了一种愉悦，因为当你看到一片朝阳在这个万山，你就是说一览众山小。那个金顶啊，我们当时爬山的时候能看到那个金色的光辉，它会出现金顶，因为它当时太阳日出之前，它会反射，从而形成金顶。你会发现下面的小山一个一个的被那个像点金啊一样被点亮。当太阳升起了，因为它们的高度不一样，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景色，看到别人景色，所以说呢，你会觉得愉悦，所以说你觉得很好。所以说是一个是要愉悦，第二个是在你必定还是要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你不能做你超越你自己危险的一些东西。那么只要能满足这些前提的话，我认为靠你的手和脚都是叫徒步。好的，那再简单的谈一下这个什么叫徒步旅行，跟爬山登山之间怎么区别吧？我是徒步旅行去的，还是登山爬山？有些什么就是说区分吧，或者一些不叫定义了，概念了，谈一下简单的。对，我认为呢，这是2个阶段。哦，2个阶段。2个阶段，我认为很多的朋友就是当我们说徒步，当我们一说到徒步这个概念的时候呢，那么它就是一个感觉，它就是一个中规中矩，按照规矩来做事的一个旅行者。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很多的标准的做法呢，就是说，哎，我拿到公园的路线，在公园的路线的情况下，那么我不超出路线，又不踩这些树，不踩那些，对吧？我完成这个路线，尽管这路线有点长，但是我完成，所以呢，这叫徒步。那么这个徒步完了以后呢，再往高的一个进阶的话呢，再知道我们安省的汽车的车牌是写着 yours to discover。OK， 对吧？是 yours to，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它是鼓励你去探索你的极限。它跟在我们其他的国家不一样，它可能会有说，你这个危险你就不要做，你这个危险我就会修一条缆道，对吧？在这儿不会，在这个地方，如果你像大峡谷，每天都有一个人出事就出事，他也不修缆车，对吧？还有很多这样类似的地方，它有危险，它不禁止你，仍然开放，
对吧？只是说限制名额也好，限流也好，但是呢，它并不限制你，所以说是你的 ability 是 yours to discover。OK，所以呢，这就达到了下面一个就是一个进阶的，那么就是说是属于自由的探索。那么比如说像在班夫，那么像这样的话呢，是自由探索的人是非常的多的，在洋人里面，在我们华人里面，那都非常的多。那么所谓的自由探索呢，就是说山就在那儿，你看到它了，你要去征服它，你用你的方法去征服它，安全的方法，不是说冒死的方法。对吧？所以我们都是说安全。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达到了另外一个境界。那么这样的这个境界呢，就把这个徒步呢进一步的演进，变成了一项运动。原来的这运动呢，只是说中规中矩。那么现在这种运动呢，从一种开放式，你呢不但要去挑战你自己，而且呢有一些未知。所以呢，这就是达到了另外一个境界。所以呢，我认为呢，都是很有意思的。那么根据你个人的情况，我们现在呢，很多时候是喜欢到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更高的这个层次，因为它能给你带来更多的满足感，因为你达到那些别人去不了的地方，你的那个想法，你征服它，你这种愉悦感是非常让自己满足的。那同时的话，就是说，现在世界上被大家公认的最热门的这个徒步旅行有哪些？对，给我们大概的介绍一下。对，好。那么其实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搜，什么全世界20啊、30啊、50都有。但是我就列举一些，从加拿大列起吧。对。加拿大呢，当然我这个列举里面又分这个当日的和多日的哈，我都统一的算，就是我是说景色美的。对。那么加拿大呢，在西面呢有一个 West Coast Trail。West Coast Trail 就是沿着西海岸那条路线路非常有名，这是加拿大的比较长的。OK。短的我就不说了，那个短的话呢，像那班夫那是无计其数。班夫那不知道有多少，那是数不清的。好，那么这是在北美。那美国就多了，美国的话国家公园特别的多，包括大峡谷，对吧？大峡谷的穿越，各种各样的穿越，那么甚至包括呢，它里有很多国家公园，犹他州，比如说有那个 Bryce 的，有那个 Angel 天使的降落 Angel Landing， 然后呢，甚至包括 Yosemite 优胜美地的那个 Half Dome， 那么这些都是要 permit 的，很难拿到的。你指的 permit 就是徒步旅行的 permit 是这意思吗？对，是非常危险的。它只能你比如说像 Half Dome，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之前说的旅游系统投资，它是一种对金钱和时间的投资。你比如说像 Half Dome， 它每天只准300个人，你现在想去抢，你也有可能抢得到，但是大部分时间你都抢不到，一天就只有300个人。下面有那下面有 ranger 是带枪的，当然你没有那个票你是上不去的，那个很危险的。我们是在2007年，我跟我夫人上的那个 Half Dome， 那个 Half Dome 也是经常要死人的，很危险的，所以是在美国，然后呢，南美太多了，南美的话有什么，包括 Inca Trail 啊，还有 Patagonia 的我们说的这个 TDP Torres del Paine， 太多了，南美洲又是一大片，然后到了欧洲又是一大片，西班牙。这个 Camino de Santiago，Camino 就是西班牙语的徒步 ，Camino de Santiago 朝圣之路，在西班牙。然后意大利呢有太多了，意大利的那个 Dolomite 叫做 Alta 1到 Alta 8，都是在这个阿尔卑斯里面走。那么包括瑞士、法国、意大利的中间，我们说的你刚提到 TMB Tour Mont Blanc， 那么也有。好，那么到了呢包括法国。科西嘉岛上有 GR20， 都是非常 hard 的。那么再远呢，到中国那个尼泊尔，包括那个 EBC， 就是Mountain Everest Base Camp， 还有 ABC 那个词儿叫 A 什么什么的一个山叫 ABC， 也叫 Base Camp。在尼泊尔也有很多，就是青藏高原，那中国就更多了。所以这些都是很有名的，你可以按照你的计划一个个的做，很有意思。听说你今年是不是到欧洲的伦勃朗峰是吗？对，今年的话呢，我是2013年带着孩子呢走完了 TMB。你说的 TMB 就是 Tour Mont Blanc，Tour Mont Blanc， 它就是 Mont Blanc 呢 ，Mont Blanc 就是4810，不高，但是上面终年积雪。好，那么它是阿尔卑斯地区最高，它是说
泛欧洲地区最高峰。因为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欧洲比较复杂，如果你要把那个莫斯科算进来的话呢，那苏联就大了，把那个俄罗斯加进来那就大了，对吧？那么一大片那个亚细亚，所以呢，如果说把广义的欧洲算进来，那它最高峰呢，实际上是在那个高加索。在高加索那个最高，但是呢，一般欧洲人就说我们就泛欧，那么就是最高就是勃朗峰4810，就欧洲最高峰。最高峰，对。那么这个最高峰被3个国家拥有，法国、瑞士和意大利。OK， 法国、瑞士、意大利，其实主要是法国和意大利。那么这个山呢是可以爬的，是可以爬，当然有一定的风险，因为它都是雪终年积雪。我13年呢是环勃朗峰，环勃朗峰很有名，就是大家就围着它转，不去上。就围着它转，所以呢，2013年的时候呢，我带孩子呢，我走了勃朗峰，所以我去年呢，我又走了一遍。你今年准备上？但是我今年就打算要上了，上去，就爬上去了，爬上去，就征服这个4800，也算是，因为不是第一次了，是吧？对，因为乞力马扎，每个人都有一就攒这些东西嘛。你比如说你非洲最高峰爬了，对吧？那你欧洲嘛，每个能做就能做嘛。当然，我说喜马拉雅太远了，不去说了。但是能做就能做一个嘛。所以说，今年是要把勃朗峰爬了，然后呢，顺带呢，把有一条很有名的线路呢，叫 Haut Route。这个 Haut Route 呢，就是说，它是从法国阿尔卑斯山上全是那个冰原呢，它从冰原从那个上面 cross 一直到瑞士，等于说把整个阿尔卑斯上面的那个冰盖走一遍，所以也很 challenge， 因为你在冰上面走的话呢，会需要更多的专业的知识。我们也想呢，增加我们这方面的知识，因为你在这冰上面走，你可别那么小看，没有这个知识的话，你可能下面就有冰缝，就有冰裂，对吧？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地形。如果你要是不知道的话呢，你可能掉进去了，可能就万劫不复。所以呢，还是一个比较，我们打算今年呢夏天呢就做这2个事儿。因为我们也想把这2个事做完了以后呢，这样的话，我们夏天呢可以爬班夫，增加我们在这个班夫因为班夫很多公园，到了夏季以后仍然是终年积雪的，它雪不化嘛。所以呢，我们想在夏天的时候呢，仍然能够穿着这个专业的设备呢，在夏天去登顶那些雪山。目前我们还没有这样的知识，我想这个知识需要专门的 build up， 不是那么简单的。OK， 那你现在都是做哪些准备吧和规划？我们的准备主要就是仍然保持每天的这个积极的运动就主要是脚力的锻炼，对吧？因为我们都是多天的，都是7、8天的，在高山。脚力怎么有特殊的训练吗？脚力我其实没有特别专业，我就是每天呢，我现在的进入夏天了以后，主要的运动就是骑自行车和玩那个 inline skate。OK， 我经常在外面玩 inline skate，然后就那个滚轮然后呢，因为这样的话，那个滚轮是很好的一个练习膝盖的东西，我很喜欢，因为我自从腰这个受了伤以后呢，我尽量的避免那些冲击型的运动，所谓的冲击型的运动呢，比如说打排球、打篮球，因为你一跳起来往下掉就要冲击，对吧？因为你那上面有伤。你不能老冲击它。好，跑步也是有冲击型的。还有包括匹克球，很多的室内运动都是有冲击型的。网球、羽毛球，这都是对这个我喜欢这种平行的这种把身体往前推的运动。骑自行车就是人就这么走，速滑、滑轮、滑雪，这都是人就要这么走，他们不会对你这样。所以呢，我现在就基本上，但是这样的运动实际上对你非常的好，因为你要经常处于一个这个弓着的姿势，对吧？你骑自行车，你2只脚是这样的，然后呢，你速滑的话呢，你这个脚是弯着的，滑轮也是，对吧？所以你身体一直是处于这么一个支撑的状态，所以你的膝盖呢是不断的得到的锻炼。反而对膝盖好。这当然对膝盖好。你膝盖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很多人害怕，朋友说，老了我害怕膝盖被磨损。其实膝盖最大的问题是最大的那个谬论就是我坐在那仰着，那就完蛋了。因为你坐在那仰着的话呢，因为你这个地方没有力量，没有力量了之后呢，你的肌肉没有力量。当你进行运动的时候呢，那么你实际上就靠你的骨头磨损骨头。
反而磨损。当然，如果你这个不断的运动的时候，这个肌腱这些有力量的话，它支撑着你，它并不把这个力量给吸收了，通过肌肉，那么你的骨头并不是那样直接的进行磨损。所以呢，保护膝盖最好的办法就是力所能及的参加运动，增加你这个腿部的这个肌肉的这个力量。OK， 一个是保持这个还有主要是我想还知道一下，就是预先，比如你还是需要一些最基本的这个 equipment 是吧？设备是吧？我们会在那里租，就当地去租它是吧？对，因为这些设备，因为我们今年夏天玩的这一套运动呢，就是说是完全是在极寒冬，就是包括在雪上面，甚至包括那个特别强的那种它叫做 Category 10的那个 sunglasses。哇！你想在那个上冰原上面，太阳全是冰，但是一片白，如果你照着你普通的墨镜都不行的。所以那种墨镜黑乎乎的，你说你会自己买吗？又贵，你也不会自己买嘛。也说不定你这个运动你也不喜欢呢，你觉得太危险。你走了一遍之后，说不定真的掉到哪沟里面去了，你害怕，对吧？就全部租，你就全部都租。所以呢，如果服装呢，衣服呢？衣服都是我们自己的，我自己带了。但是还包括脚上的那个冰鞋，还专门的冰鞋嘛，你不可能穿这个鞋子去走。也在那边租，都在那里租。我们都租。 OK 如果这个运动喜欢的话呢，我们当然会回来再去买更专业的。但是这次旅行对我们来讲是第一次，我们也不知道探索之旅。探索之旅，对，所以我们也就是一位，还有你夫人，还有几位？还有几位我们的驴友。哎呀，那真是不简单哈！驴友就是也是渥太华的，也是渥太华的，对对，我们几个经常在班夫一起爬，那也是很不简单哈。对，也是大家志同道合，也是很不容易。对。那么就是说哈，我相信这个像爬山啊、登山啊，或者你说这种徒步的极限了哈，这运动，后来就你刚才说叫探索。那就是既然探索的话，可能就是有很多这个未知的风险。那怎么样？就是说，我们需要控制哈，不叫控制，就怎么就是这个风险是这样的，你一旦避过了就避过了，你没避过，也就是没有避过，是吧？我想知道一下你怎么样叫做万无一失。对很多的风险控制怎么做？对，很好的问题，很好的问题。这个我们经常说，这个常在水边走，怎能不湿鞋，对吧？这个呢，不管再小心呢，也是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那么这个只能通过什么呢？自己不断的这个有几点吧。首先呢，你在做这种极限运动的时候呢，也不能说极限运动吧，就是这种探索运动吧。这之前呢，要做大量的这个攻略，大众的攻略。那么像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是工程师，所以说呢，我一般会做得很仔细，我会检查别人的这个日志。有一些前人说的一些东西，或者是有视频结果，那么呢，现在呢卫星图很多，对吧？你可以通过这种各样的呢来进行这个事先的研究。那么即使有了事先的研究，因为这种毕竟是种探索型的运动，它到了现场又是不一样的。是。而且呢，我想山里的情况又是不一样的，就是说每年它都是因为发生雪崩、雪覆盖，发生这个轻微的山体滑落，那么总是会对这个山的情况会发生变化，每年都不一样。所以别人写的去年的东西攻略，你可能今年去爬同样的线路，可能是不一样的，因为它发生了小型的雪崩、石崩或者是泥石流，就变了。对。所以呢，你就要根据当时的情况呢进行研究。所以呢，我最开始在班夫和这些地方玩的时候呢，都是我跟我夫人两个住，我主要是做这些工作。那么后来呢，我们另外2个朋友加进来了以后，我们会一起，特别是在一些比较我们没有去过的地方。有些地方我们之前看过别人的东西，也觉得还是不是很确定。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会经过仔细的分析，然后呢决定一条路。而且呢，很多时候这种探索型运动啊，你上去和下来是不一样的。你能上去，但你不一定能下来。为什么？因为这条路是不一样的。因为你上去的路，你是下不来的，有的地方就是下不来的。有不同的路线是这意思？对，就是不能，就是说你上去的路是有的时候就不能下来。你这点适合一上不一定上，不一定能下。对，你不能抠死了说，我这条路既然能上，就一定能下，这个话不对，肯定不对。有的下来会非常的危险，而且呢，为什么会这样？哪怕是同样的路，你可能上去的时候是中午，你下来的时候是下午，日落西斜了以后，光线不好了，你各种情况，气温一低了，同样的路，如果你是
早上可以走，到了下午说不定就不能走，就是危险程度增加，给你自己带来很大的风险。所以这种情况是，上去往往下来不一样。那么这样的话呢，你要经过研究，尤其是在下来的时候，那么你更需要很多的经验，因为一个山体，当你一看到下去的路，你是看不到的，因为它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它可能有一个包，有一个谷，有一块岩石挡在那儿。可能你要是经验不够的话，你可能下到那去之后，你走到那儿才发现下面是悬崖。哇！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换，然后这时候你的体力又不多了。所以呢，很多时候是要非常的精准，是一种对你的智力和你这个团队精神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游戏。所以呢，我们也很爱好这个东西。就是说，当我们每次走完了以后，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走冤枉路。走完了冤枉路以后呢，回来走了自己也累得要死，对吧？也甚至那个什么也出现了一些危险，因为人越累就越容易出危险。那怎么样能达到精准？怎么样达到经验？就是经验。那没有经验怎么办？没有经验，那你就跟着有经验的人走。对，一是跟着，对，你说对，就是说你得，我们就说你必须得傍大款，这是绝对的。就是说很多人是这样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如果你是自己开拓的话呢，那就只能说你的级别没有到这个，你就不应该制定这样的线路。量力而行。量力而行。当你的这个级别上去了以后呢，才不断的，当你的这个心理的承受力，就像你开车刚开始开40公里，等你开60、开80、开140都没问题的时候，那你就慢慢就上去了。所以这东西是个经验的积累，是一个对户外的一个经验的积累，包括而且甚至呢也是对你自己体能的一个更深入的了解。你知道，你像我的现在的身体，我知道我徒步我10公里以后，我现在很准，我只要徒步10公里以后，我的脚就会有一种感觉，并不是说我不能走了，我知道我的脚有那种感觉了，我就知道差不多90公里了。然后到20公里的时候，我的脚又是另外一种感觉，我就知道到20了。那么这也是一样啊，你爬山也是一样啊。那么你就是通过对自己的体能要了解，当你呢做不到的时候呢，你可能就是说山就在那儿，你可能爬不上去了，你体能达不到了，该放弃就放弃，该放弃就放弃，说的挺对的。山就在那儿，人就只有你一个。那是。所以说，这就回答你刚才的问题，各个方面的安全的东西都要考虑进来。对，我觉得还是做任何事情之前还是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对，安全第一。那就是说刚才说的哈，根据这个经验，你有没有到过人迹罕至的地方？就是说你自己在开辟，然后前边的风险未知，顺利通过的，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我们目前来讲还真，因为是这么说吧，我们毕竟是第一代移民。我们华人在这个地方从事这项运动呢，还是跟他们本地人是没法比的。是的。你比如说像在班夫，那些所有的山头基本上全部都被他们本地人所征服过，对吧？都被征服，而且他们呢都有一些描述，文字型的描述也好，那当时都没有那个视频了，都有一些文字型的描述，那么会告诉你大概的情况。那么我们呢，一般后面的人都是根据那个情况来，而且每年呢也会有不断的有新的线路被发现，因为你比如说我们在2年前。我们在4月份的时候，这个时候的班夫非常的危险，因为经常会发生雪崩。因为它雪在化，那么多的雪就下来。尤其是今年冬天这么长，那么山上积了那么多雪，一下化下来，很容易形成雪崩，所以这个时候是非常危险的。好，那么他们呢又想去挑战，所以他们也在不断的发现一些线路，就觉得哪些线路呢可以在这个时候上去，但是又不至于发生雪崩的。所以这样的线路不断的被发现。我们在2年前，我们4月份就去了，2024年就去了一条线路，正好是那一年刚开始2月份刚被人发现的。然后呢，他们就是说设计好了，穿一个松树林，因为松树林可以有效的抗住这个雪崩，对吧？因为植被嘛，他们怎么上？然后呢，顺着那个上路就突破一个什么地方，然后呢就到那儿，我们顺着那个走，然后呢就爬了1000多米，到了那个山顶上，非常的漂亮。所以说这样的线路呢，不断的被挑战、被发现出来。他们这些应该说还是非常赞叹这些本地人、他们西人的这个对自然的这个征服能力。我们探险精神。我们华人的话，就像你回答你刚刚的问题，目前还没有到这个阶段。你已经走在我们的前面了，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好的，非常感谢你的这个精彩的分享哈。我希望我们的观众们听了之后的话。也就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吧，也是从我做起，
看看就是说也量力而行，循序渐进，也开始这个徒步旅行，因为这个不管对身心啊、健康都是非常有益的，开阔眼界。对。就是甚至塑造你的比较坚强的这个性格，是吧？对。我觉得都是非常有好处的。那非常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